魔幻的2022年，很多真相都让人心痛，很多内幕都让人操心。无论易烊千玺还是王一博，无论野蛮生长还是赵丽颖，很多乱七八糟的妖魔鬼怪都在这一年里四周游荡，四处横行。善良的人会有无妄之灾，进取的人会有糟心祸害。这些都是时代的主旋律，认清时事，谨言慎行，才能让清流艺人们远离小人，规避灾祸。在清朗风暴持续发酵的今天，趋吉避凶，遇难成祥。远的不说，现在如果说天王周杰伦已经涉嫌辱华了，这种结论您会信吗？安倍遇刺后，歌手梁静茹便可以顺利躺枪，这样的结果您会信吗？这些都是黑心人不断挖坟的出色结果。华语乐坛最强天王周杰伦的新专辑，现在已经成功被人发掘出了大量的黑料出来的专辑，多处辱华，甚至犯上。比如《粉色海洋》是讽刺丑化粉红的革命群众的，而最伟大的作品《明晃晃》属于崇洋媚外。不爱我就拉倒的歌词里面加速狂飙，貌似使用暗语讽刺加速时，而等你下课的单纯的歌名似乎非常的有内涵有意志。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之后，深万我个人耳熟能详的梁静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居然在 QQ 音乐与网易音乐平台迅速被下架，而且她的本名梁翠萍也被解读为习习族，林林总总的天降麻烦，让这些艺人超级的烦恼，超级的担心。这就是娱乐圈泛政治化的标准操作了。于是乎，鬼聪明的易烊千玺在老爸的指导下努力上岸，结果还是被愤怒的宇宙群众们按到了水里。在举国考编的大环境中，娱乐圈中人上岸的捷径似乎更加曲折了。在宇宙的尽头是体制内框定的认知狱中，现在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职业会被主动分为两种了，一种叫做带编的，一种叫做不带编的。带编的属于体制内的，所以出了事也是集体的事情，需要体制内解决。于是乎，当您某一天见到赵丽颖或者王一博的物料居然穿着老土走路四方，那么您别见怪，那是体制内的高规格标配来的。因为编制也是分369等的，是以稳定性作为原要素对其进行好坏排序的。所谓的听菊风穿搭，现在备受权力爱好者们的追捧，原因就在于此。这种外形土气木讷、完全风领风袖的整个70年前的解放风格，或者说从没变过的朝鲜风格，现在已经成为了被追捧的事业编风格穿搭了。别看赵副主席开会的时候依旧小时髦，然而久而久之，主席风的穿搭会把大家的眼睛洗得雪亮雪亮的。当然了，赵丽颖的路还很长，因为她的作品依旧不是体制内的作品，随时随地都会受到政治风暴的影响。几乎在数量上跟易烊千玺齐头并进的王一博也是问号很多，反转很多。最搞笑的例子就是四字兄弟的奇迹笨小孩了。这部新春档的奇迹笨小孩给2年来压抑沉闷的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那是一个标准的小人物逆袭故事，为了某样生存必须的目标，主角景浩别无退路，只能硬扛生活的风雨，从底层起一步步努力，最终天道酬勤。这是一种最传统的4平8稳的，甚至可以说是老套的叙事。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逆天改命的期待，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期待。不求天降紫微星，不做发财梦，但至少头顶有光，眼前有路。毕竟理想社会或许不够完美，但流动渠道的畅通和透明是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所有人能昂首挺胸脚踏实地的基底。美好的叙事真的很打动人心，因为电影当中没有人嘲笑做题家，也没有人否定平凡人看似笨拙但脚踏实地的努力。即便现实中的景浩只是极其少数的一部分人，也没有人渴求特权，没有人幻想被眷顾，他们只想获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可能博得的那一部分。因此，早在半年前，电影最打动人的部分就是在于这份创造奇迹的可能。结果呢，恰恰就在半年后，恰恰还是这个电影主角居然把这个电影的话题成功带到了公共愤怒的视野当中。这对于王一博真的不仅仅是努力和运气的问题了。即便王一博背台词的功底进步神速，现在基本上半小时就可以背10页纸了。现在不少人都已经知道了，赵丽颖主打的电视剧《野蛮生长》，重要的女配柯蓝已经出世了。
5个月前，在俄乌问题上，由于柯蓝发表了反对侵略、力挺乌克兰的不当的言论，立场很鲜明地站在了国家意识的对立面，于是乎，立马就被网友称为圣母。跟着，毫不意外的，柯蓝也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了被微博禁言的代价。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柯蓝当年可是出演了响当当的《人民的名义》和《功勋》这2部时代正剧的。于是乎，在这个魔幻的2022年，站出来反对侵略的柯蓝，顺利的被打成劣迹艺人，莫名消失在了娱乐圈了。问题是，柯蓝犯大忌，站错了队，那赵丽颖呢？那野蛮生长呢？会不会受到清朗波及和政治影响呢？正是因为柯蓝发表了反党反国家的不当言论，所以赵丽颖主打的电视剧《野蛮生长》整体效益果然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剧方为了避免柯蓝这颗老鼠屎坏了电视剧《野蛮生长》这一锅汤，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剧方只能是把柯蓝的很多戏份稀释给其他的主演。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赵丽颖其实也算是柯蓝发表不良言论的直接政治受害者来的。而且不得不提的是，柯蓝发表了不良言论之后，以毒舌和犀利评论著称的金星也同时发表了同款的不良的言论。随后也被微博进行了禁言。因此可见，清朗行动是很有必要的。清掉柯蓝、金星这种敢言的艺人是当务之急来的，因为这类艺人身为公众人物，影响力是颇大的。他们扭曲的三观不仅影响的是自己，更是直接影响和扭曲了数以万计的青少年的价值观，甚至是中老年。错误的三观输出，祸害的更是国家的几代人。因此，时代正剧《野蛮生长》这次的飞来横祸不会更少，只会更多。因为八坟式的娱乐圈泛政治化才刚刚开始，赵丽颖想要完成目前85花都想转型的愿望，想要直接从流量85花转型成为跨界大剧的青衣，难度真的不小。风暴之下没有完卵，赵丽颖的《野蛮生长》是个非常关键的项目。王一博的无名同理，真爱之人只有祷告，且爱且珍惜了。